电竞赛场的魅力到底是什么？谁会创造经典？谁会成为传奇？一切都在赛场上见分晓。现在电子竞技的影响力正逐步的超越那些传统的体育项目，它在全球有8500万的发烧友，其中有4000万在中国。电竞行业正在慢慢的揭开它神秘的面纱，电竞选手这个职业也在越来越多的受到大众的关注。我觉得电竞让我人生更加有意义。只有你努力，你才有天赋。确实，你很刻苦，你很努力，成就了现在的我。你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也成为这个神。欢迎来到由国际电竞英雄比赛青年联合主办的2021 PL 和平精职业联赛 S1 总决赛的比赛现场。近点是2打1，现在在外面是给了 NV 腾讯一个压力啊。作为一名好胜心比较强的人，肯定要夺第一的。因为他的枪法太刚了，我经常被他打死，我特别喜欢他，比较崇拜他。都特别准，基本枪枪都准。他是一个比较努力的人，平时闲下来的时间都会练起枪来，比较帅。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19 PC， 大概当时我们就是一个逆风翻盘，在一个追分的一个状态，最后一局夺得了冠军。炸得很厉害，人到后外很聪明啊，是的，在关键的时候还是稳住。Power Boy 在这边已经击倒了4个人了，等一等，又是一个背身直接上掉，直接补这1分，补掉了。8连之后 Power Boy， 谁说2局不能打近战？最后1分点位，这个时候 Power Boy 紧追不舍，1v1的 battle， 酷宝和 Power Boy 分别胜出。刚刚已经拿到过1分，漂亮！要恭喜 XQF， 我们不知道冠军是谁，但是让我们记住 XQF 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的精彩发挥。当时打完之后，就是手一直在抖，腿也在抖，就感觉那段时间就是突然就很空，那一瞬间就很空，就会有一种刚打完比赛的时候知道自己是冠军之后，然后那一瞬间就是会有一种耳鸣的一种感觉。大概能有个10秒左右，对。比赛的时候，个人是偏严肃和认真的。对，我不喜欢去看那些玩笑，乐乐呵呵，可能会更加专注一些。我停到那个坡子一个，一停下来直接被秒了。这是咋回事啊？大家处在一个就是说信息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那么伞兵总是能够站出来，然后呢去首先的打到对方一个，然后呢造成一个突破口，那么让我们的队友是吧得以思路瞬间打开，给予整个团队一个很大的帮助。酷酷他没法走啊，这个位置你只能等着天霸过来清理啊。那现在长条房的一端让给了 NV 腾讯视频战队。伞兵在趁时间，他想继续去发挥一下啊。NV 腾讯视频最后的独狼 order， 面对着爱笑的早生合金龙骨，没能撑住。在这个位置，目前是排名第5，没错。凭 Para Boy 在打北边，这就是强队在最关键时候的抉择吗？2人打南，1人打北。齐齐航。这看 NV 这个视角，好像在宣传最近西安的马拉松比赛一样。好惨啊，几兄弟！在这种雨林地图啊，确实是有一些影响发挥。今天是连续4个北切圈了呀！天哪！从那个位置，最关键的就是前方的防区里的一整队人。对方也是指挥收掉了NV腾讯视频战队最后1名成员姚春杰。输了肯定就心情不好。最近打完比赛一直都挺迷茫，没有什么目标，话越来越少。我俩当然棒，没事，加油，给我拿一下包，我啥呀？这是
是你第一次跟他合影？第一次，然后第一次就是来西安这么近距离的看他，咱们超棒，永远都最棒。他打得很好，很厉害，就是有点倒霉，在决赛最后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但是两把小岛直接把我们刷到圈外，这个没办法，尽力局已经打挺好，最后一局拿10分挺好的了。运气不是很好嘛，就很倒霉，然后就希望他要相信自己。800米后，向左前方行驶。他的肩膀不太好，但是确实会没有时间去做这个理疗、做这个治疗什么的。大家一起的训练结束之后，自己加练吧，就是每次就是打得不好的时候，都会练到很晚。教练谁说了？我能看到他们对面的人，就只能压制，火力压制。这种战他没啥意义，就只能火力压制。他大概每天是11点到12点之间会起床，播到大概2点之前。我记得，感觉一朵云而压的一圆板，感觉波的一圆板。然后就去打训练赛，然后打到晚上10点钟训练赛结束，教练会对他们这一天的训练赛进行一个复盘。他直播大概会到个1点钟、2点钟的样子，整天练到个差不多3点多就睡觉。还好啦，你怎么那么紧张干嘛？我是一个偏钢枪的人。2打1，别急，2打1，我打个。我这传那个。刚接触这类的游戏的时候，对，基本上落地成盒，落地成盒，但是也不妨碍我跳伞，一直在跳。右边！得了小一，河将要穿吗？这是 Paraboy 带得了河将，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头是被 Paraboy 收掉了。前杀的精英，天降的伞兵，让我们恭喜 Paraboy 跻身陆地神仙境。你那吃什么玩意儿？那是饭。今天怎么样？挺累的。不管训练呢，你是那什么玩意儿，能早睡就早点睡，早点休息啊。你们这5一也不能放假，是不是5一比赛。我还寻5一能放假，你俩能回来溜溜，是出去玩儿。年轻时候那什么能拼的时候，你也不拼一拼，能走到今天都不容易呀。因为父母年纪都稍微大一点嘛，当时父母还是没有那么高的接受度的。打到稍微有点成绩了，父母才慢慢接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有点成绩就跟家里人吹一下嘛。对。文文。确实，你很刻苦，你很努力，成就了现在的我。我尽量好好表现，让未来的自己不太拉。就是每次，打比赛就是拿 MVP 啦，或者拿冠军啦，什么东西发个朋友圈。儿子真棒，他是我弟弟，这我就很自豪。明星选手。伞兵跟前面2个就不一样，他就是相对成熟的电竞选手。对，他也会，其实就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粉丝的这样的一个讲话和采访和应援嘛，对。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粉丝的代入度是非常高的。你看粉丝他都会说啊，我们被刷出去了。这种代入感越强，这种就是融为一体这种感觉，你就会觉得说，当发生失落或者是发生不满的时候，他这个就越发的更加的激烈。对，不容易。但是他也是个狠人啊，他确实前几场输了之后，他什么也没说，微博直接发一个等我回来，就告诉大家他会回来的这样。对，其实，在电子竞技行业中，
输了。他就是输了，很正常。对，没有必要去讲太多，为自己去开脱啊，找借口。对，所以说简简单单一句话，代表了他内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人。那像比如说像吃鸡、像和平精英这款游戏，近几年才开始进入大众视野的。对对对。就说它还在发展的阶段嘛。那如果说像这样的职业选手，是不是也背负着就是带动游戏发展的使命？这是一定的，因为本身，其实。游戏项目也好，它可以通过联赛、通过选手，能够更好的对社会、对粉丝、对我们更多的大众去传达。那同样，你这个项目或者这个生态对于你的成长和成绩，把你就是给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和环境，成就了今天的你。那同样，我们讲了说，我们也要反哺到这个行业中去。对，我们会比方说像这些选手，他们会有非常多的和粉丝的，包括这个项目的互动啊，一些把这个项目通过直播推广给他的玩家，推广给他的粉丝们，让大家一块儿来感受这款游戏的乐趣以及电子竞技的魅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对。是。这地方是我们 W1 战队的英雄联盟手游分部。大家好，我是这个 Sky 李晓峰。Sky 呢是我的游戏的名字，在中国电竞行业内，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我现在同时在做的事情呢，还有W1 战队，还有态度电竞教育，其实都是跟电竞相关的。从98年开始有电竞游戏的时候，就开始在玩电竞了，所以到现在为止23年了。好的，这局大家看到了吗？兽族选手。如果要用几个词语来形容我打电竞，我觉得第一个词一定是苦尽甘来，然后再往后面的话，可以说是这个王者巅峰。然后再往后面就遇到了人生低谷，回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叫做重新出发。我是1985年出生的，我出生在那个中国河南的一个4、5线城市，我们那离洛阳70、80公里，属于平顶山。在98年的时候，我13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电脑游戏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好玩。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些玩法，只有我在我们那个街道，我特别喜欢去玩电脑游戏。所以在旁人看来我是个异类，然后在父母看来也是个异类，就大家觉得可能去社会上混都比这个在电脑房玩游戏要好得多。然后我的父母就只要把我从网吧里面这种游戏里面抓出来的时候，就是一顿毒打。因为你要成为一个游戏高手，你要在网吧里面进行大量的训练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比如说在洛阳上学的时候，老爸给我一个月100到150块钱的生活费吧，网吧通宵差不多就要5块钱，然后我一个月下来，你想一想，刚好这个30乘以5，150就没有了，说导致每天都没有钱吃饭，就是四处借同学的钱，然后每天饿着一天只吃1块钱的饭，这种场景就是基本上我贯穿了我2到3年。所以说我就觉得那就是我说的苦尽甘来的那个苦的时刻。当2001年、00年的时候，我知道在中国有电子竞技比赛的时候，我就产生了梦想，我想让自己成为一个电竞的职业选手。我看到了那个时候的一个电竞世界，不像现在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当时要看一个游戏高手的战报，都是要去通过一些很可能现在人都不知道的手段。我们那时候有个东西在电脑上叫做软盘，3.5英寸软盘，我要去网吧里面，然后拿软盘塞进去拷贝一些录像战报，回到家里面有个破电脑玩不了游戏的，然后在上面去看战报去研究，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去提高。比如说在北京的某一个在广州或者在重庆大神，你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你就看到他的这个文字战报上一串他的 ID， 然后我就觉得就跟我
看的武侠世界中的那些大侠一样，然后我也在幻想自己可能也是这样一种身份。结果后来发现，我在北京还真的是找到了一家这个职业俱乐部，但所谓的职业俱乐部其实就是一个网吧。自从在北京开启了职业生涯之后，1个月1000块钱的薪资，外加给你台电脑，随时随地没有人管你的去训练，然后我觉得那就是苦尽甘来的最早的一个这个开心的一个时刻了。我觉得都不能用快乐来形容。我一直在很多的这种跟别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说那叫天堂。然后05年到06年过程中，你发现我这1年经历了很多质疑，大家就觉得你好像不是这个世界冠军，大家心目中的世界冠军，觉得你有些运气成分，没有击败一些该击败的一些很强的选手，导致我在世界的排名上虽然拿了冠军，但是排名一直不靠前。所以在06年的时候，我就很想去证明自己。在06年拿完冠军回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在中国电竞史上，我就可能被很多玩家给封神了。07年我觉得是真的是来了一些特别有天赋的选手，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莫恩。我那个时候如果一天我和我队友苏浩能够练13个小时的话，我是能够练15个小时的，然后左右。但是莫恩可以一天做到练18个小时，甚至19个小时，更多。当时世界排名第1名其实是他，第2名呢可能是我，第3名是那个来自欧洲的 Grabi。但是我觉得让人意外的是，我当时先赢了 Grabi， 这个把世界第3名给击败了。然后我记得是在4进2还是8进4，我遇到了莫恩。我击败了 Grabi， 然后击败了莫恩之后，大家都很兴奋。当时那上面 WC 的官网上就是写了一行字，那个字用英语写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没有人可以击败 Sky 了。当时哭的时候，我都不觉得自己在哭，我就觉得就有点失忆的一样感觉一样，不知道该去做什么了。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沉浸在那种失利的那种悲伤情绪之中。你会觉得这个选手再来给我打10次比赛，我觉得我都能赢他9次，或者甚至赢10次，对吧？但偏偏那个比赛输掉了。就是我无数次的后面比赛都试图再次拿冠军，然后再到后面13年的时候，直到 WCG 在中国停办，在世界停办，然后迎来了这个人生的低谷了，因为你失业了，你发现你没有比赛可以打了，你发现 WCG 在世界范围内停办了，电子竞技的奥运会没有了，然后你想再冲击第3次冠军，这个比赛已经不给你机会了。我觉得放在今年2021年去看我2007年这个失败的话，我觉得就是跟之前的理解肯定会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07年，我记得当时我写过一番话，现在看挺中二的，那段话叫做这个论成败人生豪迈，但是当时又说人生有几个3年可以去这个什么呢？但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3年的职业生涯，3年比赛都进 WCG 这样一个，是觉得我觉得挺难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嘛。这不确定性就是你在努力拼搏的时候，别人也在努力拼搏，这就是人生啊。这个没有可以去走回头路，也没有可以去吃这种后悔药。我现在所能做的，就像我刚刚讲的，重新出发。我树立了自己人生新的目标和新的规划之后，我不能去改变这个昨天，我能改变的是今天和未来。所以说对于我来讲，我现在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每个明天都是你人生中的第一个明天，就是最新的一个明天。那我觉得我应该做的是现在更好的规划好自己后面的这些生活。就像我现在在做电竞教育这个事情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我能帮助一些像我当年一样的选手，能够去有更好的环境、更好的条件去筛选出来他们，让他们能够代表中国去打比赛，能够去获得更多的冠军，能够向别人证明中国电竞的实力，包括带领我们 W 战队去取得更多冠军的一件，我觉得对我来讲现阶段很重要的事情。那个年代，我觉得我确实好像在别人的眼光看来是开挂一样的，拿那么多好的成绩。我其实在98年到04年，我是很苦的一段时间。就是现在很多小孩子会觉得成为职业选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的经历告诉我，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心态是很能决定一个体育选手，不是每个人都在比赛里面能做到心态大心脏，能够做到这种级别的人物的。能做到这种级别人物，都是在体育领域内都是神一样的存在。
那遇到这种神的时候，你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也成为这个神。我觉得电竞对于我来讲，它改变了我的一个命运嘛，因为你作为一个4、5线的少年，然后你本该是子承父业，我最后选择了电竞，没想到电竞改变了我的命运。2012年结束，我刚入行。哇，我刚才有一点点难受，就非常的难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片子啊，这个戴哥，我的前辈，就是你看他最后那个荣誉结束在2012年，我2012年刚入行，并且我入行的时候是他的同事，我刚入行在 WE 俱乐部，就他所在的俱乐部。我在我的执教生涯中也落过2行泪。为我们现在的一个明星选手，当时他已经是在队内是在一个明星选手，在一个轮换的位置，很多核心的比赛是介于上和不上的这么一个区间里，我会落那2行泪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他没有职业了，我会觉得那2行泪会觉得是不管是我们之间的友情也好，还是一个巨星也好，会在我心中我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就没了陨落了。但是他挣扎了那么多年，他今年28岁了，他现在依然有勇气通过我们的测试像新人的一样重新登陆赛场，并且我们有极大的概率在下一赛上见到他，他就是我们联盟的1号选手。我真的，我看到了这整个部分，我觉得我真的我人都不是很好了。就是盖哥他的整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缩影和起伏，在2012年前经历过，然后其实在2012年以后，我们这些后辈从事电竞行业以后，我们也经历过啊，真的这个代入感。我刚刚看完这片子，我也是感觉真的，我觉得输赢冠军对于一个电竞选手来说真的太神圣了。是，其实都想赢，我也想赢，都是不服输。就觉得不服怎么可能？我为什么我不怎么可能输？我明明这么有信心，这么有能力，为什么我会在这儿关键时刻掉链子？当下都会有一种后悔，或者是说不甘，不甘在那个时候掉链子。但是回头再来看，他刚刚说，就好像人生在跟你开了一个玩笑，不会让你一直这么顺利一样。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不会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要有好的心态去面对它。谈到，因为像看了刚刚这些短片，都能看到我们的电竞选手在不同的年龄段、年龄层对于这个职业的热爱。那其实我觉得共通点是，我觉得目前我对于音乐的热爱，其实我觉得是共通的。对，就是也没有想把它真正在做音乐的时候就把它当成职业，而是真正的喜欢，而去为了它去付出努力，去努力的过程中，然后机缘巧合被人发现，或者是说发现自己有做这方面的天赋，然后也被大众受到认可，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共通的，都是热爱就是最好的老师嘛。是的，其实打游戏，我小的时候我记得老爸老妈是不让我就是沉迷于游戏的，都是说我每天就只能周六周天，然后作业写完了可以打游戏，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打游戏就是太幸福的事情了，就是能打游戏就特别开心。就游戏更多的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快乐娱乐的体验，对，而电竞更多的是一种拼搏竞技，或者是大家为之而奋斗的一种更具有竞技精神的一个项目。就是最开始电竞选手其实是非常难的。从家人不让玩，大众不理解，再到现在慢慢的，随着电竞人的努力，被大众越来越多的去接受。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依然不能避免的问题就是他的职业生涯还是非常短的。不同级别的联赛，不同的岗位的扩大，其实都是有效的让他们面对这种高大的这种竞争的压力的时候，能够一定程度的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对。我特
突然间心想一件事情，你不会今天接受过这件事情的洗礼或者感受以后玩游戏没乐趣了吧？不会不会，你不会在每天在想着这个项目职业会是怎么样，好累。没有，我会更认真的去看待它。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片子，来能够表达我们对于电竞的热爱和尊敬。是的，也希望大家在人生中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份热爱，然后跟我们一起关注电竞事业的成长。我是高寒，是一名演员。我叫夏浩轩，是一名学生。我叫三三，是一名剪辑师。我是一名导演、服装设计师、金融行业从业者、电影行业。我是 JDG 的商务管培生、传媒从业者、学生、金融从业者、互联网人、音乐行业、风险投资。我关注电竞有10年了。我关注电竞已经25年了，主要是玩星际争霸2、英雄联盟、DOTA 和 DOTA 2。王者大约玩了3年左右。就是之前在大2之前吧，其实是有想过。能不能通过打游戏打英雄联盟成为一个英雄联盟的选手？因为我最高也打到了电1跟峡谷的大师，但是在大师这个段位可能连青训的资格都不一定有。电子竞技的比赛就好像体育比赛的奥运会或世界杯那样，真的是充满了刺激啊！他们每一个操作，甚至是有时候英雄不小心死了，你都会在屏幕前啊这样大叫出来，真的控制不住的。我其实打游戏挺菜的。所以我最开始的时候跟朋友打游戏就会哭，边打边哭，就觉得这种能正面刚的游戏总是会让我很激动。其实我有想过做过王者荣耀直播，前女友就是一起打游戏认识的。我是读广美雕塑系的，那么雕塑系呢都是男生，是没有女生的。班干部就想搞一个联谊，跟隔壁的外语学院的妹子一起去联谊。然后呢，我们去到隔壁以后就发现呢。对面班全都是女生，班上只有2-3个男同学，然后班长是男的，然后我们跟他谈了很久都谈不下来，最后是怎么突破的呢？我们就发现他是喜欢玩魔兽争霸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魔兽争霸？然后我们就说，一起玩魔兽争霸吧，然后就他就答应了，因为我们说这个联谊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先玩游戏，然后就跟他打了2个月的游戏，慢慢的就变成了朋友。后来跟他提联谊这件事情，他就不好意思拒绝了。电竞很多人觉得就是打游戏嘛。但是我觉得电竞真的不是打游戏而已，我们这一代人里面能从电竞学到的精神真的有很多，包括努力，包括坚持，包括不放弃，其实都是我们能从电竞里面学到的。其次呢，我觉得电竞最重要的是一种想象力，是一种就是科幻的感觉，因为它跟传统体育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可以在一个虚拟的世界有自己的想象，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完成很多你在现实生活里面没有办法去接触到的一些这种神奇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电竞最有魅力的地方。我往往赢的最爽的那些局都是打了非常长，拖到后期，而且中间一度被压制，最后去逆风翻盘。我觉得这样的局势能够给我带来最大的成就感。我觉得在生活和工作中也是一样，在逆风中，然后永不言败，然后持续奋斗，最终取得胜利，这是我最希望得到的一种成就。我的初中成绩不是那么好，但是就是因为王者，我学会了，就是不管在什么逆境里都有可能翻盘，所以就是给我生活带来了挺多，就是不要放弃的精神。所以我的经济课我是通过后期去弥补，把成绩都给提上来了。我觉得电竞精神就是让自己去勇于尝试不同的可能性，然后其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可能性，就是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可能会觉得，我可能这辈子就大概做这样的事情就已经够了，但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真的可以更值得一点。所以说现在我在北京工作，总是会有希望，然后但是也得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不顾一切的好好努力，不要退缩，勇往直前。无电竞不兄弟。我觉得电竞能使我们跨越年龄、性别和种族。电竞就是另一种生活，你能在里面找到不一样的自己。电竞是猥琐发育别浪和稳住我们能赢。